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包明。这期话题我们说一说，专家建议解放军使用人工智能对美国进行威慑。中国呢，在这个领域有相当大的优势。针对美国不断的支持台独、阻挠中国统一的行为，国内的学者呢积极的献计献策。最近呢，一位上海的台湾问题专家就提出建议，解放军应当成为未来智能战争的领导者，利用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网络攻防和无人装备这些方面的优势，实现对台湾的封锁和网络的切断，最终实现零伤亡和闪电般的渡海夺岛作战目标。积极利用人工智能的改善解放军的武器装备和信息化的作战能力，是各级各界一直非常关心的问题。人工智能呢，不仅仅可以用在具体有形的无人机、无人船、无人潜航器上，也可以支撑大规模的情报侦察、监视、指挥控制体系，可以为军队战斗力带来倍增的效果。有了人工智能以后情报搜索和筛选工作的很大一部分就可以交给机器来执行了。比如说电磁监听的数据，只要分析师编制出算法来，计算机就能够自动的把敏感信息提取出来，速度要比人要快几百倍。在卫星头像的判别上，计算机可以通过头像处理的算法，迅速的发现某个部位的形状的变化，也可以快速的找到海面上的具体的船只。对航母、战舰这种特征明显的海上目标，查找的速度比人类要快得多。而且人工智能呢不会疲劳，不需要休息，长时间工作的出错率比人类要低得多。通过头像分析，人工智能甚至可以发现潜艇的活动规律。因为潜艇在水下航行呢是要搅动海水的，而引起的水波会呈现在海面上，把潜艇进出港口的图像和这些波纹的头像结合起来分析，就能发现他们执行任务的线路。这些技术目前还处在前沿，但是显然，任何一支军队如果掌握了人工智能，并且把它应用到情报作战和指挥当中，就可以取得显著的优势。因此呢，美国的军政高层都反复的强调，绝不能让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跑到美国的前面去了。美国总统拜登甚至专门发布行政令，禁止向中国出口某些型号的人工智能芯片。但是在人工智能军事应用的竞赛当中，中国并不落后。计算机自己是没有智能的，所谓人工智能依然是靠人类编写程序，让机器去做一些人类期望的工作。这就需要大量的计算机的软件相关人才。中国已经连续多年成为全球培养工程师最多的国家，而美国本土培养的工程师人才却严重不足，需要靠发绿卡的手段从其他国家吸引软件人才。因此，在发展人工智能的基本条件上，中国占优。在人工智能芯片问题上，美国现在依然占据着优势。但是，随着中国高端芯片国产化的推进，我们有希望在一个时间段之后，自主掌握高端芯片的批量化制造，其中当然也包括人工智能芯片。另外呢，人工智能仅仅是信息的手段，要想把它变成实际的战斗力，还需要结合到各种车辆、航空器、水面船只、潜航器上面，结合到各种武器弹药上，这就对制造业提出了挑战。而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在产能上显然是具备优势的。人工智能本质上是软件，只要某个版本的软件研发成功，就可以把它复制到武器平台上，几乎不需要再花钱。如果是弹药的话，只要生产的数量非常大，那么平摊到每一发弹药上面，人工智能的成本也极低。正因为如此，国内外都认识到了大力发展人工智能的必要性，而中国有很大的希望成为领跑者。好，这期话题我们就说到这里。